大家好，我是牛奶。如果喜欢牛奶的视频，记得点赞订阅哟。萧炎与紫妍二人决定去青山镇打探消息，没想到正遇见10几名毒师正在进攻青山镇。萧炎十分顺手的就将他们变成了飞灰。与守城的人交谈后，萧炎才知道，他闭关的1年时间里，出云帝国先是出兵进攻蛇人族，在美杜莎女王赶回后，又转而进攻加玛帝国。后来出云帝国的毒宗宣布参战，联盟作为加玛帝国最强的势力，也被牵扯了进来。而身为皇室的家老，为了增加己方实力，不惜许诺给予蛇人族一块土地，繁衍生存，来拉拢蛇人族。然而就在蛇人族宣布与加玛帝国联盟之后不久，出云帝国却是直接将临近加玛帝国附近的另外2大帝国的势力金焰宗、木兰谷也牵扯了进来。不过好在3大帝国联盟内部分歧不定，没有一个人愿意打前锋与美杜莎交手，他们都担心一旦受了重伤，会被盟友暗中使冷箭，因此试图用骚扰办法，慢慢的将联盟与蛇人族拖得精疲力尽。了解到形势严峻的萧炎立马赶往前线黑山要塞，紫妍只能努力地提升着速度，紧跟在前者身后。赶路途中，萧炎救下了一位被人追杀的熟人月妹。月妹本是灵岩城的守护者，凭借着自己强悍的实力几次退役，只是谁都没料到三宗联盟会为了一个不大的城市派出了3名斗王界别的强者。月妹拼尽全力重伤1名斗王后，自己也受了重伤，无奈弃城逃跑。负责追击他的2位斗王阴狠又淫荡，试图活捉月妹，废了他的斗气，然后让他服侍他们。好在紧要关头萧炎出现，救下了他。在萧炎解决掉2个恶心的路人后，月妹问道：“不知先生名讳？”萧炎轻轻一笑，勾起嘴角道：“月妹统领，难道忘了当年那在沙漠中不小心偷看了你洗澡，然后被追杀牵连的小色狼？”月妹先是一惊，随后开始担心萧炎秋后算账。看着他忐忑的模样，萧炎笑了笑，挥着手道：“放心吧，月妹统领，萧炎可不是什么小肚鸡肠之人，当年的那些事早便忘记了。”萧炎，炎盟之主。怔怔地看着萧炎半晌后，月妹突然正色地跟萧炎说起了现在的局势。这场大战的关键点其实是在双方巅峰强者的决战上，我方只有女王1名斗宗，对方却有3名斗宗，再加上前不久女王又与那位毒宗宗主交手了一次，女王受了伤，很难再抵挡另外2名斗宗联手。一旦女王战败，加玛帝国就离亡国不远了。意识到事情比自己已知的更加严峻，萧炎连忙带着2女赶往黑山要塞。在3人赶路的时候，战场之上的战鼓已经敲响，燕洛天与木兰3老一个正面攻击，一个背后偷袭，首次交锋，以1敌2的美杜莎吃了暗亏。城墙上，海波东等人见状怒骂道：“卑鄙，以2打1还搞偷袭！”燕洛天不以为耻，反而大笑道：“美杜莎，看来你与毒宗宗主交手也受了不轻的伤啊！今日看你还凭什么来阻拦我们？”美杜莎并没有跟他们争辩，直接做出了拼命的架势。燕洛天与木兰3老都是一怔，随即将体内斗气尽数调动，大战一触即发。然而就在双方能量为之牵引那一刻，突然萧炎清朗的笑声传来：“这般大战怎么能少得了我这炎盟之主？”几个呼吸间，萧炎就已经到了美杜莎的身边，轻声道：“你受了一些伤。”“小伤而已，不碍事。”美杜莎随意的道，目光瞥向因萧炎出现而停下攻势的燕洛天与木兰3老。美杜莎道：“有把握拦住一个吗？当然，那3个老头只能算一个。”萧炎笑了笑，抬起头来道：“你放心挑一个人便是，剩下的由我来。”美杜莎目光转向对面的燕洛天道：“燕洛天，交给我来对付，你拦住这木兰3老，小心一点，他们懂得合战功法，联合起来也是一名不逊色斗宗的强者。”萧炎笑着点了点头，瞥了一眼都是兽头人身的木兰3老道：“你放心对付那燕洛天便好，这3人不会再对你造成丝毫干扰。”燕洛天冷笑了一声，又嘲讽了几句后，率先对着美杜莎发动了攻击。见到燕洛天的举动，美杜莎面色一凝，偏头对着萧炎提醒道：“小心点。”然后就猛然闪掠而出。只是经过萧炎时，手里被塞了一颗圆滚滚的丹药。萧炎的声音随之响起：“服下它会令得你加快恢复伤势，打起来也省心一点。”美杜莎顿了顿，压下疯狂上扬的嘴角后，迅速吃下丹药，迎上了燕洛天。萧炎也紧跟着同木兰3老战斗到了一起。
同坟地里长草的前辈们一样，木兰三老十分看不起使用秘法来强行提高战斗力的萧炎，轻敌导致他们第一次交锋就吃了一伙的亏。但毕竟姜还是老的辣，木兰三老很快就取回了主动权。落了下风的萧炎没有丝毫的慌乱，反而在挨打期间看出了木兰三老功法的破绽。三兽蛮荒诀就是将三人所有力量融合在一起，达到斗宗的层次，而这种斗宗阶别的力量只能供一人施展，而在这一人施展时，其余两人必然实力将会大降。萧炎当即决定先佯攻一个，再就近偷袭另一个。然而想法是很美好的，现实是残酷的。萧炎被拍飞了。狮头人十分大方地跟萧炎明说，他们只需要一个动念，那道斗宗级别的力量便是会在极短的时间传到另一个人体内，萧炎的速度不可能超越这力量的传递速度。听到这话，萧炎皱了皱眉，随即有了想法，不再保留地使出了3000雷动的最高境界3000雷。两道与萧炎外貌完全相同的银色光影从其体内分裂而出，望着那根本分不出来哪个是本体哪个是残影的3道光影，木兰三老的脸色变得非常难看。虎头人确定自己知道是真的，于是率先拿走了力量，轰出了一拳。没想到一声闷响后，萧炎却消失了。意识到被骗了，他立马将力量还了回去，并告诉同伴他这边是假的。熊头人听到后率先反应过来，将那股斗宗力量吸入体内，挥出了一拳，没想到也是假的。于是他赶忙给狮头人示警，看着已经贴近的银色光影，狮头人慌了，只听砰的一声，一个人影鲜血狂喷的从空中掉落，居然是虎头人。众人目瞪口呆，谁都没想到萧炎竟然是拼着挨上一掌，不知道用的什么办法将虎头人长老瞒了过去，然后等他将斗宗力量散去后才猛然出现，发动致命一击。随着虎头人的战败，剩下的2名木兰长老对萧炎来说也不再具有威胁性，所以严格来说这场战局胜负已分。然而就在众人都松了一口气，要忍不住狂喜的时候，一道尖锐的鹰啼之声打破了他们的美梦。幽蓝色的巨鹰同白发女子一起闪亮登场了。还在与美杜莎对战的叶落天看到白发女子来了，迅速退回到她身边，2名木兰长老紧随其后。他便是那个毒宗宗主，你小心点。美杜莎身形一动，出现在萧炎身边，脸色凝重的道：有把握对付他吗？萧炎低声问道。难，此人也极其诡异，拦住他便已是极限，打败他除非真的是拼得2败俱伤，不然的话也很难。美杜莎迟疑了一会儿，摇了摇头道。萧炎叹了口气，随后咬了咬牙道：拦住他也好，对方的木兰三老已经被我废了，那叶落天便交给我来对付。美杜莎微微点头，没有说话。其实2人都明白局势对他们非常不利，这已经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了。在萧炎与美杜莎商量决议的时候，白发女子正在应付为了推卸责任而开始狗咬狗的叶落天与木兰二老。懒得再听他们废话的白发女子直接打发了已经没有什么用处的木兰二老，然后安排叶落天对战黑袍男，自己则负责美杜莎。只是目光扫过黑袍男时，他认出了他。短暂的失态后，他要求叶落天活捉萧炎，说完便飞身到半空，盯着美杜莎缓缓道：美杜莎，投降吧，日后我会给予蛇人族一块满意的安居之地。美杜莎讥讽一笑道：做梦。白发女子并不恼，语气依然平淡的道：既然你执意如此，那本宗也只能将你蛇人族尽数毁灭了。美杜莎脸色一寒，恼怒的道：你来试试。你便是那毒宗宗主。一旁的萧炎皱着眉道：你又是谁？白发女子内心汹涌，声音平静的道：炎盟盟主萧炎。萧炎拱了拱手，淡笑道，声音并未有太多波动。白发女子淡淡的道：让炎盟投降，本宗担保一人不伤。萧炎略有些嘲讽的笑了笑道：投降之事若是做了出来，恐怕就无颜见族人了。宗主这般好提议，还是算了。白发女子叹了一口气，目光转向美杜莎，低声道：你的倚仗想必便是他吧？既然如此，那我便将他打败，到时看看你是否还会如此坚持。美杜莎冷笑一声道：好大的口气，上次那一掌看来并没有让你懂得收敛点。随后就要开打。叶落天见到这样的情况，十分机智地找到了自己的对手萧炎。萧炎一离开，2个女人就战斗到了一起，看起来招招致命，打得格外凶险。到底有几分心思在战斗，几分心思在萧炎身上，咱就不知道喽。追着萧炎跑的叶落天也犯了木兰三老轻敌的错误，先是吃了一伙的亏，后又受了萧炎的开山印，之后一口老血喷射而出。3军联盟的观众看到这个情况直接惊呆了，这才交手没几分钟，这位斗宗强者怎么就被斗皇的毛头小子给揍吐血了？木兰二老看到这一幕则是冷笑了一声，
心里暗骂道：活该。加玛帝国这边的观众则是笑疯了，爆发出来的欢呼声震天响。叶落天顿时觉得自己的脸都被丢尽了，恼羞成怒的他不知使用了什么方法，将自己变成了金色的刺猬，怒瞪着萧炎，咬牙切齿的道：小子，本宗定要将你的手指一根根的拔下来。叶落天毕竟是斗宗，再加上他处于暴怒状态，一心想弄死萧炎。萧炎没过多久就遍体鳞伤了，见自己不敌，萧炎就想游走拖延时间，结果被叶落天察觉，一拳砸在了萧炎的后背上。只见萧炎鲜血狂喷，急速从空中坠落，叶落天立马跟上想要补刀。海老也朝着萧炎急速飞去，想救下萧炎，然而海老还是慢了一步。就在叶落天的手掌即将碰到萧炎的脑袋时，昏迷中的萧炎却是猛地身形一转，将一朵巴掌大小的三色火莲甩向了叶落天。急速赶来支援的海波东看到了火莲，立马调转方向往回逃窜。随着萧炎爆的声音落下，一股可怕的狂暴能量席卷天际。身处爆炸中心的叶落天不仅翅膀变成了被扒光的鸟翅，还被炸出了极重的内伤。看着狼狈的叶落天，满场寂静。片刻后，震天响的欢呼声响彻天际。一日之内以斗皇的等级连败木兰三老与叶落天2名斗宗强者，萧炎创造了奇迹。今日过后，萧炎的威望将会达到从未有人达到过的高度。将目光转向美杜莎这边的战圈，那毒宗宗主突然露出了破绽，美杜莎趁机拍了他一掌。毒宗宗主顿时吐血，但诡异的是，他的鲜血竟然钻入了美杜莎的体内。见美杜莎中招，毒宗宗主勾起了唇角，只是笑容才刚浮现，他就发现自己的面纱掉了。好巧不巧，萧炎正好转过头来看见了他的脸，嘴巴微张，萧炎眼睛使劲地眨了好几次。片刻后，难以置信的声音终于是忍不住地暴喝了出来：小医仙！好了，本期分享就到此结束喽，感谢您的耐心观看，你的点赞订阅是我前进的动力。